日前，解放军又一次在边境地区打败了再次越境闹事的印军。就当下的各种情况来看的话，不排除此次印军的挑衅是为了下个星期中印两国举行的军事会谈做准备。印军估计想要借此摩擦，为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但令印度人没有想到的是，在面对印军边境在玩小动作时，我军的回击可以说是坚决敲打。为此，印度媒体自觉吃亏，又开始造谣。印度的《防务时报》称，大约200名中国士兵试图跨越边境，破坏印度防御工事，被印军暂时扣押。毫不夸张地说，印媒的这则报道气得任何国人在看到都想直接上前线干架了，这也太无耻了点。长期以来，我军为了给印军留面子，有很多印军被教训的事实和画面都并未对外公开。这么做都是为了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局势。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中印两军曾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冲突，事后印度媒体也称自己的军队为胜利者，当时我军就没搭理他。为了不激化双方的冲突，只在时隔几个月以后公开了一则边防纪录片。然而好心却成驴肝肺，这一次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印度再次发起了对我军的挑衅。不出意外的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印两军在边境地区的较量还将进入一个更为严峻的阶段。根据此前印度方面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印军在今年夏天中不断增加边境驻扎人数，包括将原先部署在印度巴基斯坦边境的精锐部队调到中印边境，并加强了对中印边境的储备和装备。中国虽然爱好和平，也竭诚维护和平，但在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却从不含糊。一旦印军在这方面抱有任何的幻想，那么必然要遭受沉重的打击。希望印军能着眼全局，不要做偷偷摸摸破坏和平的事。就拿此次事件来讲，外界都十分清楚印度军队缺乏严格的纪律，上级对下级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下级经常为捞取功劳而不顾一切地发动偷袭挑衅行动，贪功冒进，不愿听指挥，这是印度基层士兵的问题。然而现在印度媒体还放纵这种行为，甚至还将这种行为给渲染成英雄做派。不出意外的话，印度迟早要遭到印美这种无底线造谣的反噬。对印军来说，应奉行中印协定，多要求本国军队不要在边界上企图小动作。对印度媒体来说，就是客观报道事实，不要故意制造谣言，混淆视听。据最新消息，在中国南海遭遇撞击的美军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已经抵达关岛。外界分析，美军核潜艇之所以会轮到肇事逃逸的狼狈下场，长期在中国南海兴风作浪才是根源。几日前，一艘美军先进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在中国南海发生撞击，致使15人受伤，被迫上浮水面，秘密向关岛驶去。这样的核潜艇最大的价值是在海底前行，除非损伤特别严重，否则不会暴露自己的。一旦上浮水面，让人看光光，也就不值钱了。过去这么多天，不知道撞了什么，没公布地点，也没说明船体损伤情况，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盖在了盘子里。就算公开的信息，也是云山雾罩。事故发生在本月2号，但消息直到7号才被曝光出来，这件事透着太多古怪。最新消息，据10月3号公开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我国西沙群岛东南约48.7海里处，发现一艘疑似海狼级核潜艇。由此推测，事故发生地可能在西沙附近海域。难怪有舆论认为，将这样的大杀器偷摸开到中国腹地，欺人太甚。有媒体梳理出美军核潜艇曾经的几次碰撞历史，包括旧金山号海底碰撞、美俄间的核潜艇碰撞，还有美核潜艇紧急上浮撞沉日本爱媛号渔业船事件。想从一系列撞击中破解美军布置的迷障，通过对比分析上述事件中的潜艇和人员伤亡程度，判断此次的撞击应该相当严重。要知道，在之前的几次严重碰撞中，美军潜艇依旧能够潜航回港湾。根据美军的一系列操作判断，这艘康涅狄格号的损伤可能并没有宣称的那么无关紧要。有分析认为，此前美军纠集6国海军在我国家门口大搞军事演习秀肌肉，这起事故大概率就发生在这次演习中。这也难怪国际社会纷纷猜测事故可能会与中国有关，导致美军不得已只能跳出来澄清。此次撞击不是和其他潜艇相撞，有可能是撞上了沉船或者海底礁石。真相到底是什么，恐怕需要我们继续等待。有军事观点人士分析，所有问题都出在美军对中国的打压上，魔鬼存在于美国人的心里。从这次的碰撞事件可以看出来，中国南海没有航行自由问题，哪怕你想撞击不明物体，也没有人会阻止你。这样的南海还不够自由吗？据知名评论专家邱振海分析，美国这次的核潜艇事件至少可以暴露3点问题。第一，美军所谓最先进的核潜艇竟然说撞就撞了，美军的先进可能都是吹出来的，让你自由航行你都能撞上，一旦开战你能活多久呢？第二，细究问题的源头，这不是美国的家门口，即便你多年来一直派间谍船收集水文，但毕竟是远离美国本土，美国将这么危险的核潜艇开到中国家门口，到底想吓唬谁呢？第三，虽然我们都知道讲科学，但有时候也别不信邪。邱振海奉劝，南海的风水可能对美军不利，美军还是相信为好，吸取此次教训，走了以后就别来了。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哲学，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非要纠结一众小弟到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看起来威风八面，其实却落入邪道。用隔壁王奶奶的话说，邪不压正，这是报应。说起德国，我们不难想到，这个被默克尔连任4届总理的国家，在近几年来跟中国的关系一直都是不错的。即便美国一再的挑拨，但是德国依然坚持不与中国对抗。当然，这其中或许包括中国给德国带来了一些利益。但是总的来说，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与中国的冲突还是比较少的。其次，德国与我们的好兄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称默克尔为德国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不过，这个被称之为铁娘子的领导人已经执政了15年之久，如今终于要面临卸任德国总理了。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政坛却发生了一件让外界都感到很诧异的事情，那就是默克尔的接班人可能要跑路。有相关消息报道，在上个月末的德国大选中失败后，德国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被德国官员视为默克尔的接班人的阿明·拉舍特，在近日却暗示自己将要辞职。据悉，拉舍特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在近日提议在今后的几天中召开一次党会议，并在会议上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面对这样的声明，外界相关媒体都纷纷认为，拉舍特这是在暗示自己将要辞职，并可能是有想要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的想法。对此，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还宣称，拉舍特的离任已经无可避免。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默克尔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带领的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出现差错或者停滞的状态，而且他能够被德国群众所认可，被称之为铁娘子，能够连任4届德国总理，必定有其过人之处。而如今已经面临的是不得不卸任，但能被默克尔认可的拉舍特也意图决定辞职，这或许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此外，如今国际局势不断升温，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对德国也是虎视眈眈。所以默克尔卸任后，下一任德国总理是否能够接受住美国的威逼利诱，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如果德国在正处领导人换届时期，被美国趁机钻了空子，陷入了美国的陷阱的话，或许对中俄两国来说也可能是一个麻烦。总之，不管是谁能够接任默克尔的位置，我们还是希望不要陷入美国设好的圈套。正是国际关系和平共处，才是一个国家能走向强大的基本保障。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的核威慑力量逐渐使美国感到窒息，这话可不是夸张，而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亲口说的。这一威慑足以证明，一旦美军参战，那必然遭到解放军的痛击，造成美方无法承受的损失，使得解放军能够对台所形成的绝对军事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大规模向美国靠拢，美方的制裁已经使中国丧失了畏惧，因此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已成为当下越来越现实的选择之一。但要知道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放弃在台海问题上动手动脚。这不，在看到了解放军在台海上空的行动越来越频繁之后，为了试探出解放军的底线，美媒就曝光了一些美军的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目前约有20多名美国特种部队和支援部队的成员正在训练台陆军部队，而且美国的特种兵部队还不是最近才上岛的，早在1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秘密地进行军事行动了。对于美媒曝光的这一消息，五角大楼这次并没有具体评论或确认此次部署，台方也拒绝发表评论，只是说所有的军事交流都是按年度计划进行的。从双方模棱两可的态度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件事儿很有可能是真的。更何况，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分析认为，这一消息会被美媒曝光出来，主要是对近期解放军频繁在台海开展军事行动的回应。近来，解放军军机出航台海上空一再破纪录，两岸局势愈演愈烈。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则公开表示，解放军军机巡逻机多次出访台湾，这是台湾4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刻。这就说明了两岸关系的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解放军正在扩大攻台的军事部署，两岸之间的军事斗争随时可能爆发。所以，美媒此次的回应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只会是促使武统准备的加快。美国向来喜欢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消息来刺激台海局势，不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是这样。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对于美方这次新挑衅，大陆方面一定会马上做出回应，让美台充分意识到这一勾结的严重性。以往的种种试探告诉我们，一旦对于美台勾连的行为视若无睹，那么接下来美军可能就会公开身穿军装在台湾露面，人数可由几十人增至数百人甚至更多，构成美国在台湾事实上的驻军。为此，一定要让他们明白，
这种接触底线的试探是在玩火，它带来的后果是美台无法承受的。